1691年，今天蒙古國的範圍當時稱作喀喀蒙古，正式被納入大清帝國。30年後的1720年，青海、西藏等偌大的2塊土地也接連被納入大清的政治秩序之中。驚人的是，這3塊加起來350多萬平方公里，超過今天中國國土的1/3，但全是在康熙一朝拿下的。究竟為什麼康熙能在短短30多年的時間內，把比整個西歐甚至印度都還要大的這3片土地收進滿人的帝國裡？答案的關鍵不在北京，而是在今天新疆的天山北路。清帝國跟一個被稱為準噶爾的蒙古汗國前後後糾纏了70年之久。這場糾纏的直接結果是喀喀、青海、西藏最終成為大清的領土，而這場糾纏的第一回合戰場就在外蒙古。這一集中，我們將說清楚為什麼喀喀約莫是今天的蒙古國會被併入大清帝國。我們從前說過，滿洲人之所以能在17世紀把大明、蒙古乃至李自成的大順軍打得落花流水，關鍵在於他們建立了一支真正意義上的大兵團作戰部隊。滿清將掠奪來的資源全部回投給軍隊，養出一支有紀律、有訓練、能協同作戰的常備軍。這同時期的中國和蒙古諸部落做不到的。從內蒙古諸部落，甚至曾經的絕對霸主察哈爾部，基本上都是傳統的部落聯盟模式，沒有一個強大的中央能夠調度分配資源。然而，在遙遠的西邊，有一支蒙古旁支正在走上跟滿洲人崛起非常類似的道路，而這個旁支正是準噶爾部。所謂的準噶爾實際上是一支更大的蒙古聯盟的一部分，而這個聯盟被稱為外拉特，在西方文獻被寫作 Oirat， 在漢文史料中有明一代大多稱之為瓦拉。這個部落在明代相當出名，著名的1449年的土木堡之變，大明皇帝英宗被俘虜，就是當時強大的瓦拉幹的。到了清代，中國政府才開始稱鄂魯特與威拉特，而現在學術界多用威拉特這一稱呼。在蒙古語中，威拉特的意思大概是森林之民，他們跟一般人比較熟悉的縱橫於蒙古草原的東部蒙古人不太一樣。在成吉思汗崛起之時，威拉特就被整合進了早期的蒙古帝國，地位相當之高。他們長期跟黄金家族通婚，是蒙古世界的核心成員之一，但他們終究不是黄金家族，這一點在後來很重要。這是為什麼東部的內蒙古和喀喀諸部落始終將衛拉特視為非蒙古人。衛拉特部落長期在蒙古世界的最西邊，也就是今天新疆、中西伯利亞以及當時哈薩克草原東緣一帶活動，與大蒙古的政治核心保持一定距離。到了17世紀初，一度強大的卫拉特蒙古分為4大部：和硕特、图爾扈特、杜爾伯特、準噶爾。這4部各有各的地盤，各有各的首領，誰也不服誰。這時候有2件事情同時發生了。第一件事，那就是俄羅斯帝國來了。16世紀末期，沙俄沿着西伯利亞一路往東擴張，他們的辦法不是靠大軍團直接進行軍事擴張，因為這會耗費非常多的資源，而是靠沿途修築小型要塞，一個一個往東點過去，一點一滴蠶食中央歐亞大陸。時至17世紀，俄國的要塞線已經頂到了衛拉特和喀喀的頭上，位置最北的衛拉特的杜爾伯特部首當其衝，大片牧場被俄國吃掉，實力急速衰退。第二件大事則是滿洲的崛起。1640年，滿清已經拿下大半個內蒙古，喀喀的蒙古王公感覺情勢不妙，開始拋棄偏見，同意與西邊的衛拉特共組聯盟，對抗強敵。1641年，喀喀與衛拉特的王公真的坐下來開了個大會，弄了一部《蒙古衛拉特法典》，這是11世紀蒙古世界最後一次認真嘗試把整個蒙古統合起來。然而，在同一時間，衛拉特內部自己也在洗牌。北邊的杜爾伯特被俄國削弱之後，就從外部威脅變成了內部的獵物。衛拉特的其他3部開始向自己人下手，準噶爾聯合和碩特擠壓圖爾扈特，圖爾扈特頂不住，乾脆整個部族往西大遷徙，一路往西走了幾千公里，最後落腳在伏爾加河下游，向沙皇生成，成了俄羅斯帝國的子民。這是後來清代文獻裡那個西襲的圖爾扈特。到了11世紀中葉的乾隆年間，部分的圖爾扈特後裔東歸清帝國，但這是後話。總而言之，图爾扈特一走，2部的地盤也被準噶爾一步一步吃掉，4強變2強，剩下就是和碩特和準噶爾。本來的霸主和碩特在這時做了一個關鍵選擇，他們不內鬥，而是南下。為什麼？因為恰巧在11世紀初，青藏高原發生了一場大的政治衝突。籠統來說，藏傳佛教內部分為2派，
一是格魯派，俗稱黃教，即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這一系；二是噶瑪噶舉派，俗稱白教。兩派打得不可開交，最後白教扶持的藏巴汗贏了，黃教眼看就要被壓在死裡打，開始往外求援，請和碩特部入藏護教。和碩特的首領固始汗聯合準噶爾聯軍一同入藏，一舉推翻了藏巴汗政權，自己就留在青藏地區建立了和碩特汗國，穩住了達賴和班禪的地位，同時也將整個西藏高原與青海納入了和碩特的勢力範圍。和碩特的重心轉移到青藏地區，準噶爾就沒了對手，一家獨大。這時候接手準噶爾的是一位叫巴圖爾渾台吉的人，這個頭銜是達賴喇嘛所賜予的，而渾台吉大致相當於中國話裡面的皇太子，更是王公親王之一。我們都知道，在內亞世界裡，汗是一個絕對崇高的頭銜，但由於威拉特人不是黃金家族的直接後裔，所以根據草原的習慣，不能稱汗，而渾台吉就是威拉特人所能用的最高稱號了。但無論如何，巴圖爾也都不像傳統意義上的游牧首領，他其實在做的更像是同時代的滿洲人努爾哈赤、皇太极正在進行的事，也就是透過壟斷稀有物資的貿易和資源，養一支中央化、高強度的軍隊。巴圖爾的第一桶金主要來自鹽和毛皮貿易。在準噶爾北面，在今天的哈薩克有一座雅美什鹽湖，正好卡在威拉特、哈薩克、俄羅斯三方的交界處，是整個中亞內陸最重要的鹽產地之一。巴圖爾用武力把這座鹽湖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規定俄國人和哈薩克人要來取鹽可以，但必須由我準噶爾定價。而巴圖爾要用貿易換的是什麼呢？俄羅斯的火器裝備。這是巴圖爾很聰明的地方，他很清楚傳統的騎兵弓箭已經不敵現代的熱兵器了，所以他一方面跟俄羅斯人在草原上真刀真槍的打，多次擊敗過俄軍，但另一方面又跟俄羅斯持續做生意，甚至向沙皇下訂單，請俄國幫忙送雞、豬、木匠、石匠還有商人過來。他在天山北路的布克塞爾附近建了都城，並在周邊圍上農田，還蓋了3座磚造的城市，包括寺院。一個蒙古的游牧首領主動引進定居農業、砌磚工匠、外國商人，這在當時的蒙古世界是空前的。此外，他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大量擄掠、收留中亞綠洲的居民，尤其是南疆的穆斯林，逼迫為準噶爾種田。這些人在準噶爾文獻裡被稱為布哈拉人，他們是從南疆被擄來的戰俘，他們熟悉內亞綠洲那套灌溉農業知識與技術。這些南疆戰俘也成為了準噶爾跟內亞其他地方進行貿易的關鍵存在。到這裡，你大概也可以看出巴圖爾在做什麼了。他在用中央集權國家的邏輯，重新組織威拉特社會，牲畜、農業、鹽、毛皮、外貿、外國技術，全部集中到準噶爾汗廷手裡，然後持續回頭給軍隊。這條路，準噶爾的第2代繼承人，也就是巴圖爾的兒子申格繼續執行。1640年代到1670年，申格擴大了與俄羅斯貿易，並擄來更多的內亞農民為其進行農作。雅美什鹽湖周遭逐漸成為當地最重要的貿易據點，有大量來自內亞、西伯利亞、俄羅斯的商人來到此處購買鹽以及交換其他物資。這裡直到17世紀末，位於卡爾喀邊境的恰克圖被指定為貿易據點之前，這裡都是最重要的交易場所。然而，申格於1671年被同父異母的兄弟謀殺了。正是此時，準噶爾的歷史轉到一個很戲劇性的人物身上，那就是噶爾丹。申格被刺殺時，噶爾丹仍在西藏學佛。他從小被認定為是一位活佛的轉世，所以12歲就被送到西藏學習，先後跟過五世班禪和五世達賴，一待就是10年。他本來是個喇嘛，不是政治人物，但哥哥被殺的消息傳來，他很快做了決定，還俗。五世達賴賜給他的政治加持，而這點相當之重要。畢竟達賴喇嘛的認可在當時的蒙藏世界是實打實的政治合法性。噶爾丹從西藏一路奔回天山北路，血洗政敵，坐上了準噶爾台吉的位置。噶爾丹上台之後，把巴圖爾和申格奠定的路線加了一個新的維度，那就是對外擴張。畢竟所有的軍事升級是有代價的，要養一支火器化的常備軍，鹽湖和毛皮的收入逐漸不夠，你需要更大、更穩定的稅基。首先，噶爾丹的目光投到南邊，1670至1680年代，噶爾丹首先跟和碩特搶青海的地盤，但由於戰線拉太長，沒有繼續下去。接着又把腦筋打到了富裕的吐魯番、哈密以及高度伊斯蘭化的叶爾羌汗國。最後，在1680年直接以武力控制住了天山南麓，也就是今天的南疆、喀什噶爾、葉爾羌、和田這些富裕的綠洲城市，如今落到了準噶爾帝國之手。
這徹底使得準噶爾的性質變了，它不再只是一個西邊的游牧政權。在噶爾丹控制了南疆之後，準噶爾同時擁有天山北路的游牧經濟、南路的綠洲農業、內亞的貿易和手工業基地。這是一個複合式的內亞帝國，有草原，也有定居的城市，有牧民，也有農民，有蒙古人，也有突厥人。而這一個複合式帝國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大部分的資源拿去繼續升級軍事力量。這放在17、18世紀的蒙古草原和中亞游牧世界來看，是碾壓型的。同時期整個蒙古世界沒有第二個政權能夠維持這樣規模的火器軍隊。當然，如果你把眼光放到更遠的鄂圖曼土耳其、薩法維波斯帝國、印度的莫卧兒帝國，他們的火器化程度都比準噶爾高得多，但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軍事革命。至少在內亞游牧民族之間，準噶爾的軍事技術是絕對的領先。此外，這支軍隊不只是靠買而已。噶爾丹在準噶爾自己搞了一整套軍工體系，熬硫磺、煉硝石、開銅礦、鉛礦、鐵礦，自己造火繩槍、造鎧甲。明朝移民梁奮在西北實地遊歷了將近10年，寫下他親眼看到的準噶爾軍工廠，連品質管制都寫了進去。準噶爾的軍需資源與資源儲備極其充足，完全不需要仰賴遠方運送。於是，噶爾丹發揮了全部的巧思，致力於精益求精，打造堅固耐用的武器裝備。他們制作了一種由細小鐵環相扣而成的鎖子甲，穿在身上就像普通衣服一樣輕便。但在測試防護力時，如果強弩能射穿，立刻處死負責制作的工匠。此外，他還聘請了回回來教火器、訓練戰術，先發鳥铳，接着是弓箭手，然後才是近身刺殺。他下令甲士每人都配備一支鳥铳和一柄短槍，同時腰間還要佩戴弓箭與刀，用駱駝來載運大炮。每次出兵都會將全國壯丁分為3組，輪流更替服役出征。遠近的各方勢力聽聞了都被折服。從這段描述，你大概能感受到準噶爾軍隊的熱兵器比例是相當之高的。到了噶爾丹的下一輩，也就是側望阿拉布坦和噶爾丹策林那一帶，這套軍工體系升級到下一個層次。準噶爾招服瑞典戰俘，這些瑞典軍官本來是在1709年的俄羅斯瑞典戰爭中被俄軍俘虜的，流放到西伯利亞的。而其中一位叫做雷納特的炮兵準尉，後來又在一場戰役中被準噶爾俘虜，所以就留在了準噶爾軍中。雷納特在準噶爾軍中至少主導了15座火炮和20座迫擊炮的生產，還教威拉特人自己煉鐵造子彈、開採金銀，甚至印書。歐洲軍事革命的技術透過俄國、西伯利亞、天山這條離奇的路徑進入到了內亞。在梁奮記錄中所說的驮大炮，也就是駱駝背上馱着大炮，這種作戰方式在今的早期的中央歐亞相當流行，在阿富汗、土耳其、波斯乃至南亞社會都是很常見的打法，被稱為 Zamburak。而明清史料裡對準噶爾軍隊最經典的形容，也就是駱駝大炮。這種作戰形式很好的將游牧民族的機动性與定居國家的重火力濃縮在準噶爾的軍隊之中，是準噶爾部隊重要的象徵。它可以像蒙古騎兵一樣快速機動，但也可以像歐洲軍隊一樣打圍城戰、正面殲滅戰。而養這支軍隊是一整套系統化的財政體系。噶爾丹政權底下有一種被稱為圈頭的官員，到各部去徵收馬、牛、羊的賦稅。這種賦稅在蒙古語裡叫天巴，可想而知，這些負責收稅的圈頭官員同時兼任準噶爾帝國的耳目，監控地方。噶爾丹還規定，定居人口每年1/3要輪番服勞役，南疆的綠洲城市要按規定納貢，並且明令禁止買賣奴隸，因為人口是準噶爾汗國最寶貴的戰略資源，不能隨便販賣。講到這裡，相信你可以很好的想象準噶爾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政權了。它絕非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蒙古部落聯盟，反而更像是一個具有內亞特徵、半定居半游牧的中央集權政府。準噶爾有收稅系統，有官員協助徵收，有頻繁訓練的常備軍，足以進行大兵團協同作戰，同時也有軍工廠能夠自己造火器。準噶爾還有農業腹地，有貿易網絡，有情報系統。他在做的事情跟同時期的大清帝國、俄羅斯帝國、莫卧兒帝國本質上是一樣的，也是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將游牧、農業、貿易、軍事全部整合起來，養一支昂貴的軍事機器。這就是為什麼當噶爾丹在1688年決定東走進攻卡爾喀蒙古的時候，大清立刻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康熙皇帝很快意識到，他要面對的不是另外一個草原部落，他要面對的是內亞世界另一個跟他走同樣一條路的競爭者，一個跟大清一樣正在把自己升級成近代國家的對手。而這一場競爭將決定接下來70年裡卡喀、青海、西藏這350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命運。
1688年，噶爾丹率軍翻越阿爾泰山，向東擊敗卡卡蒙古族部落，尤其是最強的土謝土部，也不是準噶爾的對手，一舉全面佔領了卡卡。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壓倒性的勝利，但如果你把地圖攤開來，會發現一個很弔詭的事情。我們前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準噶爾的國家機器是如何被巴圖爾、森格、噶爾丹3代人打造出來的，壟斷鹽湖、毛皮等稀有商品的利潤，併吞南疆，吸收天山南路的農業資源，同時又在北疆進行軍事屯田，發展內亞貿易的同時，又要朝貢貿易，吃下內亞對中國的貿易。更重要的是，準噶爾在北疆打造自己的軍工廠時的噶爾丹大軍配有非常好的熱兵器裝備。但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些東西的重心全在西邊，伊犁、南疆、亞美什鹽湖和布克塞爾的都城，那才是準噶爾的心臟。而卡卡在準噶爾本部的2000多公里之外，噶爾丹每往東走一步，就跟自己的心臟距離拉長一步，補給線就多繃緊一分。這裡就出現了噶爾丹跟他的滿洲對手最關鍵的一個差別。我們說過，滿洲人能席捲中原，靠的是以戰養戰。他們每往南打一步，拿下的是人口稠密的定居區，這些地方是城市，是糧倉，是現成的稅基，也有大批可利用的投降人口。前方越打，後方的資源越厚，這仗是越打越富的。然而，噶爾丹面對的卡卡情況正好倒過來，卡卡的牧民為了躲避他，早已成群結隊的往南逃，越過大漠，進入清帝國的邊界。換句話說，噶爾丹征服下來的可以說是一片被掏空的草原，這裡沒有城市可以奪，沒有糧倉可以搬，連能替他放牧種田的人都跑光了。跟着他來的是一支怎樣的軍隊？2萬多的騎兵，每人至少配2匹戰馬，後面還跟着大量的運輸物資的駱駝。這麼一支火器化的大兵團，每天要吃的水、草、糧食，你可以想象，就是天文數字。把這樣的一頭巨獸牽到一條2000公里長的補給線末端，放到一片空無一人的草原上，這是難以持久的。準噶爾在西邊那套國家機器餵養軍隊的邏輯，很難應用在卡卡的領土上。更不利的是，卡卡諸部一歸附清廷，這塊地在法理上就成了大清的疆土，而康熙帝不會容忍一支外國軍隊大剌剌的駐紮在自己的帝國之上，因此清準之間的衝突勢不可擋。噶爾丹原本還有一張牌，那就是父兄2代的老搭檔俄羅斯。清廷也很清楚準噶爾與俄羅斯的關係，所以康熙趕緊在1689年那個當口與俄羅斯簽訂了尼布楚條約。中俄不只確定了東部的邊界，更重要的是清帝國同意與俄羅斯展開正常的雙邊關係，也就是貿易。除了領土之外，這是俄羅斯最想要的東西。簽訂完這份條約以後，俄羅斯翻臉比翻書還快，一夜之間從盟友變成了隔岸觀火的看客。因此，噶爾丹在補給線的末端卻連一個真正的盟友都沒有，準噶爾軍被孤立起來。這種孤立不是他運氣不好，這是他一路東征，把自己戰略處境一步步逼到牆角的必然結果。面對噶爾丹，清帝國的打法是守株待兔。草原作戰跟在中國關內作戰是完全兩碼子事。在中國作戰有明確的道路，只要守住關口，算準時機抄後路，是很有可能將敵人團團圍住，甚至全數殲滅。但是草原上可不是如此，草原上遍地是路，騎兵軍團來無影去無蹤，很難猜到下一步敵人往哪走。唯一的問題是，準噶爾如此大一支軍隊，你總需要吃要喝吧，所以準軍必然得沿着河流走，沿着有水草之處前進。那裡會有牧民聚居，能弄到糧食。那麼顯然清軍就把軍隊擺在河邊，擺在人口聚集處，守株待兔。換言之，清帝國一開始瞄準的就不是噶爾丹的軍隊，而是他們冗長的後勤線。清帝國為此沿土臘河、烏爾遜河、喀欽草原難民聚居地布下了好幾路兵團，伺機而動。不過，有如此巨大優勢的清軍，卻在第一次跟準噶爾正面交鋒吃了大虧。1690年6月，噶爾丹大軍已經進入北滿的呼倫貝爾草原。當時清軍的計劃是圍剿準噶爾大軍。清軍主力部隊有2股，一是北京軍團，由京城8騎兵9000人、火器營1000人，攜帶重炮8門，同時加入綠營兵的火器兵2000人，共12000多員戰將在北京集結。第2股是由盛京將軍與滿清最重要的蒙古同盟喀欽部的親王統帥，集結了瀋陽8騎3000人，喀欽蒙古騎兵1萬人，共計13000人，在喀欽集結。同時，當時那裡的內蒙邊境湧入了大批卡卡人，清軍也在這裡駐守了6500人大軍。最前線的則是當時理藩院尚書阿拉尼率領的3000蒙古騎兵，駐守在呼倫河南側翼。作為右耳的阿拉尼部擁有相當強大的機動性，但你必須要把準噶爾大軍牽制住，才能等到清軍的主力部隊前來，所以參千騎兵絕對不夠。實際上，康熙也派了1000的8騎兵搭配漢軍
軍八旗200人，配有紅衣大炮出陣。然而，在噶爾丹沿着河南下時，重武器兵團還沒能與阿拉尼兵團會師。交戰時，阿拉尼的蒙古兵很快就自亂了陣型。準噶爾軍抓住了這個破綻，擺出了一個弓形陣，整支軍隊排成一個凹字，誘敵進入凹口，再從三面用火槍招呼，同時準部騎兵從山坡上包抄兩翼。阿拉尼軍被打得頭破血流，難撤。這一敗其實是康熙自己要負一大半的責任。在此之前，康熙對準軍的火器水平沒有太好的掌握，所以部下的幾路兵團除了北京軍團以外，主力清一色是漠南蒙古的冷兵器輕騎兵。他是拿一套對付傳統草原部落的邏輯去對付一個火器化十足的近代軍隊。烏爾遜河的失利像一盆冷水澆下來，讓康熙帝猛然意識到對手的火器裝備率高得驚人，清軍不配足夠的火器是打不贏的。於是他趕緊給幾路主力兵團大量增配了火槍火炮。而噶爾丹這邊，他的意圖也逐漸清晰起來。他不只是來搶牲口的，他的兵鋒劍指北京。這裡有一層很深的歷史回響，也就是200多年前，衛拉特軍也是這個方向一路打下來，創下了驚天動地的土木堡之變。而噶爾丹正是當時衛拉特領導人的野先的後裔，他要走的很有可能是他老祖宗走過的那条路。在此情況下，康熙決定親征，但大軍剛出發不久，他就病倒了，只好把指揮權交給哥哥裕親王福全，自己返回北京。而噶爾丹的腳步一刻也沒停，一路推進到今天內蒙的烏蘭布通，此地距北京僅700里，京師戒嚴。1690年8月，福全率北京軍團抵達烏蘭布通，先把雙方的家底擺出來。福全這邊加上阿拉尼的殘部約2萬人，其中火器營兵5000，噶爾丹那邊2萬餘人，多數是騎兵，火槍兵占一半。不論兵力還是火器數量，清軍都不占優勢。北京城另懸一線。烏蘭布通是座小山，南面陡峭，北面平緩，長着稀疏的樹林。西北山腳下有一條河，剩下的午後，噶爾丹的2萬大軍布在西北側的山腰樹林裡。從這個布局，你可以感受到噶爾丹的軍事眼光。他手裡明明是一支火器騎兵，但最大的本錢是機動和衝擊力。可烏蘭布通通片是山坡和樹林，面前又是橫着一條河，騎兵的衝鋒根本施展不開。既然長處用不上，他就果斷放棄衝鋒，轉而發揮另外2個優勢：一是居高臨下的地勢可以輻射清軍；二是準軍有更多的火槍。他令全軍結成驼城，把駱駝放倒，背上架起了槍鐸，蒙上進了水的後毛毯，在彈槍後面架起了火槍，陣前布設鈎矛，一座依山傍水的火力堡壘就這麼立了起來。康熙的兄長福全沒能抓準先機，搶占烏蘭布通山，只能佔據山下的位置。他令清軍隔河結陣，火器營居中，用鹿角柵欄做掩護，準備隔河對射。8旗騎兵分左右2翼，各5000人，在戰場兩側集結。他的計劃很簡單，用火器先打垮驼城，然後同時讓騎兵渡河，包抄準軍側翼。但是清軍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地形優勢，清軍在河對岸的山下開槍是得仰射，準軍在山坡上是輻射，準軍火槍本來就比清軍多，再加上這一層高下之勢，對射的優勢在準軍那裡。隔着一條河，清軍沒法靠掩體逼近去打肉搏。更麻煩的是，進了水的後毛毯加上駱駝的血肉，對付清火器是相當出色的掩護。但清軍的優勢在於北京軍團擁有重型火炮。雙方從早晨開始便在對射，這一場對轟，清軍打得相當吃力，損失慘重。清軍的重武器確實帶給準軍不少麻煩，但清軍2翼的騎兵多次嘗試包抄準軍，都被準軍擋了下來。這有一半要怪福全缺少經驗，在還沒有真正瓦解準軍主力火炮網時，就不斷派騎兵衝鋒，結果是大清騎兵團不斷去送頭。當時的情況是，清軍騎兵一旦與準軍短兵相接，失去了掩護，隊形又密，反過來成了準軍火槍的活靶子。當時在康熙身邊當差也經歷此役的2位法國傳教士留下的記載，比清朝官方的史書坦白得多。白淨在給路易14的奏報裡直接就說，清軍與厄魯特交戰時受到巨大損失。他說，準噶爾人正是靠着出色的排槍騎射，把清軍騎兵在接戰之前就打退了回去。另外一位傳教士張承泽說，噶爾丹戰的地形極為有利，他兵力雖少，又沒有清軍那種精良的大炮，卻毫不畏懼的迎戰。開打後，他的前鋒雖被清軍炮火打得損失慘重，但他依托深厚的大沼澤布防，清軍根本包圍不了他。他非常勇敢地進行防禦，直到夜幕降臨。
各方才又收兵回營。噶爾丹的大營始終沒有動搖。康熙自己後來反省這一仗時說得很清楚：左翼軍雖然能勝敵，而右翼軍不能制勝，踏城而下致軍事陣亡，被創者甚眾。連康熙帝的親舅舅內大臣佟國剛都在渡河衝鋒時被準軍的排槍射殺於馬下。正因為打了這麼一個兩敗俱傷，誰也奈何不了誰的僵局，接下來噶爾丹的那一手就顯得格外漂亮。當天夜裡，噶爾丹派使者送來一番說辭，願意議和。接下來數天，他又連派大喇嘛帶着幾十名弟子上門，這才放了幾滴，尊康熙為一統宇宙之主，自認不過是個小部落頭目，承認搶掠人畜皆大非禮，一口咬定這場仗只是為了追討他的仇人吐謝吐汗，絕無冒犯天朝之意，甚至公開表示連吐謝吐汗都不要了，他還跪在佛像前乞食，至此不敢犯卡爾喀。夫權信了，他把噶爾丹的這一連串低姿態誤讀成戰敗求降，於是按噶爾丹的請求，下令各路軍隊暫止誤擊，替對方讓開了一條大路。而就在喇嘛來來回回和談拖延的這幾天，噶爾丹率軍連夜搶渡西拉木倫河，還順手劫掠了克什可騰的3個左領，奪得羊2萬餘隻，牛馬1000多。他不但全身而退，撤退途中甚至還補了一波血。等清軍反應過來想追，已經馬力不能前進了。這件事康熙記了一輩子，當時他革了福全的議政資格，罰俸3年，削去3左領，其他的相關將領也都有處分。多年以後，他還在一道諭旨裡耿耿於懷地說，當年烏蘭布通大兵已經擊潰噶爾丹，乃盡眾賊計，致噶爾丹遁走，失此機會，至今猶以為憾。連他自己都親口說了，是眾賊計，被噶爾丹戲耍了。所以我們該怎麼理解烏蘭布通之戰呢？在早期的史學著作乃至今天網上都說這是清帝國的大捷，但其實不然。傷亡方面，兩邊都沒有留下可靠的數字，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是一場雙方都血流成河的硬仗。清軍的損失極有可能在準軍之上，這絕對不是一面倒的大捷。那麼最常被拿來當大捷鐵證的數字呢？據稱，噶爾丹2萬多人軍隊半年後回到科布多時，只剩數千人，這總該是被清軍打光的吧？還真不是。噶爾丹的軍隊在烏蘭布通的戰場傷亡其實並不算慘重，他撤退途中甚至還搶了克什可騰，但真正把這支軍隊拖垮的是瘟疫。這一點康熙自己說得明明白白。他在1697年追溯舊事時直言，噶爾丹歸路遭罹瘟疫，得還科布多者不過數千人耳。戰後隔年開春，康熙給噶爾丹的賜諭裡也道：厄魯特牲畜已盡，無以為食，極其窮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繼。換句話說，擊垮這支軍隊的是疾病，而非清軍的刀槍。也就是說，烏蘭布通這一仗本身其實沒有決定什麼，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血戰。打完之後，噶爾丹全身而退，連主力都還在。而一直被瘟疫拖垮的軍隊，只要有大本營可以回，有牧場可以休養，幾年之後重新站起來並不難。噶爾丹真正的悲劇在於，他連這個大本營都已經被抄掉了，因為就在他跟清軍在烏蘭布通血戰的同時，他的後方已經被人連根拔起。要講清楚這一道，得先回到噶爾丹自己是怎麼上台的。我們前面提過，167年準噶爾的第2代台吉升格被同父異母的兄弟謀殺，升格死後，他的2個兒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和策旺阿拉布坦都還年幼。從西藏還俗歸來，又得到五世達賴政治加持的六叔噶爾丹，順勢接掌了準噶爾。他以蒙古收繼婚的習俗娶了孫格的遺孀阿努，奪了索諾木的首領之位，又在幾年後把本已許配給侄子策旺的阿海據為己有。我講這些不是要評判噶爾丹的失德，這是草原政治的常態，不必用今天的道德標準去衡量。我要點出的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那就是噶爾丹的合法性從一開始就是踩在升格這一系頭上建立起來的。他坐的這個位置，始終有一群有血緣、有名分的競爭者在旁邊盯着。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如果繼承的規則從來沒有真正定下來，那他的權力核心就是脆的。而升格的大兒子策旺阿拉布坦偏偏不是個好對付的角色。策旺曾經參與噶爾丹的西征哈薩克行動，並立下不少出色的戰功。1688年準噶爾東征，佔領了整個卡爾喀之後，他很快意識到自己戰線太長，後方空虛，而最有可能取代他的正是哥哥的2個成年兒子。那年冬天，他從卡爾喀返回科布多，毒殺了索諾木。當時策旺正在鄂爾濟斯河一帶替他籌措糧草，弟弟遇害的消息傳來，策旺身邊的7名升格舊部一致擁立他
車王當機立斷，率5000人出逃。噶爾丹派出2000追兵，結果被車王在烏蘭烏蘇射俘全殲。接下來，車王走的這一步才真正見他的戰略眼光。他沒有逃往富裕的吐魯番，而是掉頭往西，一把占住了波爾塔拉。這地方在伊犁北側，是準噶爾牧民傳統的東營地，水草豐茂。更要命的是，他正好卡在科布多與伊犁之間，一屁股坐下去，就把噶爾丹的大本營切成2半。而車王抵達的時間是1688年的冬天，東營意味着人口集中，人口集中意味着他可以做宣傳。當前任首領升格的長子帶着5000兵馬，講着噶爾丹如何殘害兄弟的故事，出現在東營的人群面前時，誰是新的老大，幾乎不需要多想。當時噶爾丹已經不得不回師卡卡，因為很快中俄簽訂了尼布楚條約，同時喀布多遇到了災荒，噶爾丹必須先不管車王的勢力，回師東方。但此時噶爾丹逐漸陷入了一個困局，如果率主力西返去剿車王，東邊的卡卡就沒人管，之前東征全部都白費，喀布多還在等糧食呢。但如果繼續站着卡卡，車王也未必能這麼快拿下準噶爾本土。權衡再三之下，噶爾丹判斷東邊的威脅更大，選擇了繼續東進，保持在卡卡的軍事存在。這不是一個愚蠢的決定，而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兩難。無論他往東還是往西，都要放棄另外一頭。這正是戰線拉得太長這個因素要向噶爾丹索取的代價，逼得他在2個輸不起的方向之間做一個選擇。而車王恰恰選在噶爾丹最脫不開身的時候動手，也就是在烏蘭布通陸戰的同時，車王率軍襲擊了噶爾丹前進的基地喀布多，盡收噶爾丹的妻子和人民而去，把噶爾丹的部眾整鍋端走。隨後他繼續北上，攻占了烏蘭固木，陸續控制了整個北疆和鄂爾齊斯河、鄂畢河、葉尼塞河上游。與此同時，南疆各回部聽政噶爾丹戰敗，也紛紛自立，脫離了準噶爾的統治。於是，雖然烏蘭布通之戰和大清打了個平手，但噶爾丹直接控制的地盤只剩下半個喀布多和一部分的卡卡。而且更慘的是，還遭遇了一個瘟疫，使得大部分的遠征軍都病死了，直接導致了噶爾丹政權人畜兩空。車王這一釜底抽薪，直接打擊了噶爾丹的心臟。至此，我們可以說，準噶爾的擴張有了先天不利的條件：一是地理與後勤，他把軍隊投射到2000公里外的一片草原，沒法真正達到以戰養戰的預期；二是內部的不穩，他踩着升格一氣上台，然後又做了一系列錯誤決定，造成他的大本營始終埋着一顆定時炸彈。烏蘭布通之後，噶爾丹只能守在卡卡與被洗劫一空的喀布多。清帝國獻上手上一手好牌，康熙一面對他發出招降敕令，甚至送去1,200白銀，一面不動聲色地在卡卡布下哨探。1691年，康熙在多倫諾爾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會盟。多倫諾爾正是元帝國的上都舊址，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在老祖宗的都城裡宣誓成為大清帝國的一部分。這場會盟正式確立了清朝對卡卡蒙古約150萬平方公里的統治。康熙後來有一句很得意的總結：以前秦朝大興土木修長城，而我朝施恩於卡卡，讓他們作為北疆的屏障，比長城更為堅固。這句話標誌了開頭所說的350萬平方公里的第一塊正式加入清帝國。而點燃第二次大戰的導火索卻是噶爾丹自己遞上來的。1692年，他的部下在哈密附近截殺了大清帝國出使車王的使团，团長被殺，這給了康熙徹底解決他的口實。此時的噶爾丹已經被孤立到極點，俄羅斯人不再願意支持他，他的侄子車王則嚴密封鎖邊界，拒絕跟他和好，連達賴喇嘛的攝政第8桑傑嘉措出面調停，都被車王一口回絕。噶爾丹沒有盟友，失去了本營，沒有退路。如果是你，你會怎麼辦？如今他只有一條路，就是徹底掌控卡卡地區。1695年，噶爾丹再次從喀布多出發，對卡卡發起了東征。你可能會問，難道沒有別的出路嗎？但如果你站在噶爾丹的位置上想，答案很殘酷，沒有別的方向可去。西邊是車王的地盤，已經回不去；南邊是清帝國，他唯一還能動的方向，那就是那條已經把他害慘的東線。這就是這個戰略處境的終局。此時他能拼湊出來的軍隊，也早不是烏蘭布通時的那支百戰精銳了。史料記載，從當時的噶爾丹在喀布多的部隊約莫2萬到3萬不等，但恐怕連15000都湊不齊。喀布多的殘部加上不願意歸附車王的零散部眾，再加上哈密、吐魯番投奔噶爾丹的回民，噶爾丹或許還有許多火器裝備，但戰鬥力已經大不如前。面對這個油盡燈枯的對手，康熙這一次亮出了清帝國的殺手鐧，而這殺手鐧不是什麼奇謀，而是赤裸裸的大國能力。大清兵分3路，對噶爾丹展開大縱深的分進合圍。西路軍團由費揚古統帥，
自歸化城、寧夏兩處出發，穿越大漠後合兵，負責截斷噶爾丹的西退之路。中路軍團由康熙親率，自北京北上。東路軍團在呼倫貝爾集結，三路合計士兵36000，後勤人員46000，新造運輸車6000輛，每名士兵配4匹馬，備80日口糧。你把這一串數字讀一遍，就能明白這一仗的本質。這不是一場鬥智，而是一場後勤的比拼。能不能再把3支大軍同時投送到大漠深處，還能維持住，這件事本身才是勝負的關鍵。同時期放眼整個內亞，沒有第二個政權能夠做到這一點。這正是我們前面一直在講的國家的能力。只不過烏蘭布通那一仗還沒有完全抄底的準噶爾還有能力與大清一戰，但到了第二次清準戰爭時，經歷側望的釜底抽薪，天平已經徹底傾斜。值得一提的是，連清朝這台機器把三路大軍推到大漠也崩到了極限。西路軍在大漠裡走了2個月，缺水少草，馬畜相繼倒閉，途上又遭遇連日的大風暴雨，士兵多染疾病。噶爾丹還派人到處放火燒草，堅壁清野。無奈之下，主帥只能從1萬人裡挑出4000強健者繼續前進。所以，即使國力強如此多的大清也打得絕不輕鬆。這是一場雙方都被地理和後勤補給線逼到牆角的較量。只是噶爾丹被逼得更狠而已。正因為西路吃緊，實際能按期抵達的只有康熙親率的中路軍。這時康熙玩了心理戰，他派使者去跟噶爾丹議和，故意誇口說西路軍已到了圖拉河，東路軍已沿着科魯倫河而來，但其實都還沒到。康熙限噶爾丹5天內答覆，而這5天恰恰是中路軍逼近所需要的時間。與此同時，康熙令中路軍晝夜急行，5月初7抵達科魯倫河畔，火器營的100餘門輕重火炮黑壓壓的擺在噶爾丹。噶爾丹起初不信，直到他登山望遠，看見清軍的大本營。我們可以想象，看到這麼多大炮擺在眼前，噶爾丹當機立斷，拋棄營帳之重，連夜輕裝往西逃遁。你可以想見，這一逃不是怯懦，而是無奈的結果。然而，準軍往西撤離，正好一頭撞進了飛揚谷的西路軍。1696年5月，兩軍在昭莫多相遇。此刻兩軍的境況可謂天壤之別。西路軍渡過戈壁後只剩7000人，遠道而來，急疲加焦，馬牛死傷大半，半數士兵沒馬騎，只能步行。而噶爾丹有1萬餘人，一路只顧逃跑，並未與中路軍交手，以逸待勞。7000騎兵對1萬多養精蓄銳的騎兵，形勢一面倒的不利於清軍。這裡有一個絕妙的訊息差，值得思考。西路軍出發時本來帶了不少火炮，但沖天炮、省衛炮這些重炮的炮車在大漠裡實在走不動，飛揚谷中途就把他們遣返了，所以此刻的西路軍根本沒有一門重炮，只剩下能架在駝背上的超輕型火炮和子母铳。可是噶爾丹不知道這件事，他剛在克魯倫河見識到了中路軍的炮群，也在烏蘭布通一戰實際體驗過清軍強大的火炮，便想當然爾的認定眼前這股清軍一定也有火炮。於是，一個致命的誤判發生了：如果噶爾丹此刻集結成駝城，以逸待勞，西路軍那點輕火器根本奈何不了他。然而，他以為對方有重型大炮，便主動放棄了駝城防禦，選擇了機動性更高的騎兵衝鋒。這不是他判斷力不行，而是他手上的情報是錯的。西路軍領銜的是費揚谷，他是滿洲正白旗人，董二世出身。費揚谷是順治皇帝最寵愛的孝賢太后的親弟弟，曾經追隨安親王愛新覺羅閱勒帳下，在平定三藩之亂中為帝國做出巨大貢獻，是當時清帝國非常重要的將領。面對噶爾丹大軍，費揚谷知道自己的部下很疲憊了，故先擺出防禦陣型。他令孫斯克部4000人據守昭莫多東側的小山，依托岩石、灌木布置火槍、子母铳陣地，同時令自己直屬的3000餘八旗騎兵埋伏在圖拉河西對岸的樹林裡，並派400人前去校正，一打就跑，故意示弱，引準軍入瓮。5月13日一早，噶爾丹的騎兵猛攻小山的孫斯克部，這裡就顯示出了子母铳的威力了，特別適合對抗騎兵。孫斯克指揮全軍遠距離放子母铳，中距離放鳥槍，近距離放箭，3層火力層層疊加，準軍衝鋒的騎兵損失慘重。但仗着人數優勢，準噶爾軍還是有不少人衝到山腳結陣，與清軍對射。孫斯克部命令清軍的藤牌兵發起反衝鋒，殺入準軍陣中肉搏，數次打退敵軍，雙方從早晨陸戰到傍晚，僵持不下。這時，寧夏總兵殷化行在山坡上發現噶爾丹的後軍遲遲不動，騎兵都衝了1天了，若後軍是預備隊，早該壓上了。據此，他判斷那必是準軍的輜重和枷鎖，於是他建議讓埋伏的騎兵去衝擊後軍，敵陣必亂。費揚谷、孫斯克採納了，清軍騎兵自左翼渡河殺出，
櫻花行部自右翼包抄，噶爾丹的後軍頓時潰散，哭喊聲震天。前面正拼命衝鋒的士兵一聽到身後老婆孩子的哭喊，紛紛掉頭回救，整個準軍陣型瞬間崩了。山上的孫斯克部趁勢全軍出擊，前後夾攻，準軍大敗。途中被擊殺的準軍屍體鋪滿山谷，噶爾丹僅率數十騎逃走。此戰清軍斬首3千餘級，噶爾丹的妻子阿努也死在亂軍之中。另外有1500餘人投降，3000餘人被俘。噶爾丹有限的是有生力量，至此被徹底打光。這場昭莫多大捷不同于烏蘭布通戰役，是真的勝利，靠的是強大的後勤能力，靠情報操控以及富揚谷和孫斯克的冷靜判斷，將清軍的劣勢轉為優勢。昭莫多之後，噶爾丹跌到人生谷底，部眾陸續離他而去，有的降了清，有的投奔了西邊的側望。而1696年年底，他身邊只剩1000餘人，糧盡援絕，靠着絕草根度日。他想要回到準噶爾的老家，托人向侄子側望求情，換來的是延遲回絕，封死邊境。想再搶一次喀爾克手裡卻已沒兵，前有清軍，後有側望。這位曾經橫掃天山、東犯漠北的梟雄，如今被困在了阿爾泰的群山裡，無路可走。1697年春，康熙第3次發兵，但這一次與其說是征伐，不如是收尾。他要征的那個對手早已沒了還手之力，只是康熙不知道，他這一趟連對手都撲了個空。就在清軍還在半路上的時候，山窮水盡的噶爾丹就在這群山之間病倒死了。沒有最後一戰，沒有什麼戲劇性的了斷，這是一個眾叛親離的人，在一片他再也回不去的草原邊上，悄無聲息地走到了盡頭。這一年他53歲，消息傳到康熙耳裡，已經是2個多月以後了。真正耐人尋味的是，這個事件後來被寫進歷史的樣子。在官方的記載中，噶爾丹不是病死的，他是走投無路、服毒自盡的。為什麼要趕？因為康熙早就斷言噶爾丹遲早窮途末路，自我了斷。要讓皇帝這句話應驗，要讓皇帝顯得料事如神，噶爾丹就不能病死，他必須自殺。於是到頭來，連他是怎麼死的都由不得他自己了。噶爾丹死了，但準噶爾這個國家並沒有死，他完好無損地落在了側望阿拉布坦手裡，屬於青海、西藏那場更大的較量才剛要開始。